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话题啊，可能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一个可听见惯的话题，那就是中国人大中城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个地方轰轰烈烈开展的娱乐化运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容量太小，那么各个城市呢都希望扩容，就城区面积越扩越大。那么城区扩大的面积从哪儿来呢？更多是占用了原先农村的土地，在这里边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征地和拆迁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拆迁户和这个开发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由此引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呢，甚至危害人身安全的这恶性出现，经常发生。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给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这块带来的压力非常大。同时也就我们现有的土地制度和部队制度提出了很大的一种压力和考量。那么在这一门层次化过程当中，它体现了3个特征。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容量为什么不算扩大呢？这就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来。第二个特征呢，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这个财政从哪付？这个土地铺让金呢，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块。要没有这个的话，很多地方政府可能穷得没钱，要不欠债都还不上。咱还拿北京市政府为例，2009年北京市政府财政收入是2026个亿，其中有左保28个亿，将近一半来自土地铺让金。所以这个城市化运动过程当中，不断的把城区面积扩大，不断的把周边的地扩下来，因此也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土地出让金还有一种需要，或里头有地方政府强大的利益冲动，就是本来这个人多，这个城区概念就不够用，再加上基本面积我又有土地出让金，你说这地方政府何乐而不为？这是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重要的方面。那么第3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它要兼并过来的土地主要是哪一块？偏远地区农村一般不在这范围之内，主要就我过去扩的土地又是郊区，因为城市逐渐扩大，它首先要砍死这样一部分地，而这部分地区在现实当中确实有非常大起爆的必要性。咱们生活在城市的朋友如果你到市郊看，只要你生活在一个大中城市，你就会发现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到城市当中仅有一少部分日子非常好过的，他可能买了房子有非常好的工作在市区里站着。更多的流动人口呢，处在城市的一种中下层，干的是服务行业，各个方面收入比较低的行当。那么他们这种收入呢，在城市里甭说买房，租房都租不起，那他住在哪儿呢？城郊，就郊区一带，他整个租房的成本的生活成本都比较低廉，他往往在那住。所以我们再拿北京为例，北京大约有 88.5% 外来人口，那么就在这些地方，它就可以谈问题了。原来的郊区就自然村落，有自然屯这个农村的民生。那么这个农村里边，本来它的公共设施建设跟空里比卡，它这个电的承受力包括这个公共设施承受力污水排放道路整修这些，都远远不如城区。那突然间涌入这么多外来人口，那么对原来这个农村城郊那些农村，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压力一下子就显得不堪的。所以你看，城市要扩容，先要动城郊，城郊本身脏乱差，这个环境必须要改变，城市化进程一定要让这个地方跟城市一样，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政府有强大的种土地出让金的这种冲动，所以说当原因摞到一块，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搞这种深地的概念。那么这个征地跟拆迁为什么会酿成现在这么多的喷青事件？老百姓以后跟政府开发商之间矛盾比较大呢？我们想，这些处在城郊地区生活的居民或者说农民，他们关心的就2点：第一个，现在能给我多少钱？第二个，将来我指啥过日子？关心就这2点。那么由于很多地方政府呢收土地出让金跟开发商之间合作，有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些村民的利益。这个村民在失去土地的时候呢，给的补偿比较低廉，比方说
你要想在原来这个地方再买房，因为我们这现代城市的房价越涨越快，给了那点土地出让金就补偿金，很有可能他再回到这个地方住之后呢，也分买一间房，连买个厕所都不够了。按过去的补偿标准，就我们才有的补偿标准，对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一是无形间就使这些村民被越撵越远，越撵越远。北京的拆迁的减税的热点，2环3环里原先终于见人被撵个5啊，对不对？同样现在他跟我老百姓关系里，现在能给我多少钱？我够不够还在原来的地方生活？这是一个。另外第二点，向来只查过日，这个尤其对城郊的农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农民呢，指着土地过日，或除了种地以外呢，从小到大一般来说没有学什么新的一技之长，他将来怎么过日子？如果这地没了，你给他很多，即使给了很多补偿金，这个补偿金坐吃山空，总有花光的一天了。花光的一天之后，他靠什么过日子？一缺分明，对比如我们过去的城乡2元体制，它不像城里居民那样有享受比较优质的特保啊、医保啊、什么这个养老保险，而且他还回来口袋出平房了，住在楼上了，还有肩负体检费、物业费。告诉你说，现在能给我多少钱？向来只藏过日，是这些拆迁户最关心的呢。往往只有2个问题呢：有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有的开发商见利忘义，根本没有妥善安置好会，对，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最近这些年到大漠上访的，这个跟征地拆迁有关的占了50%以上，就说明我们有一些，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公务员、地方政府的干部，没有真正学会换位思考，地配拆迁户考虑。我有个朋友是交通部门的一个公务员，完事儿了，他在修路过程当中啊，建公路的时候碰到那个拆迁户，听到要价很高，抵不了你老爷你这个公务员正气的干部，你有这个公司医疗、摩农保险、社会保险，什么各种各样的待遇都不错，你将来一退休了，在家里退休金也挺高。可是他呢，你把他这块地给拿走了，他不种地了。如果他不要很高的补偿金的话，他将来漫长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他指什么过日子呀？也就是说，他将来靠什么养活自个儿啊？对，就是他命根子，你把他命根子拿走，他靠什么养活自己？你不多少点钱，他不心里没底儿吗？他不同意我们有些有绑架的在城市里工作的一天悠然自得的这些公务员同志们啊，你们各个方面保障都很好，你在这上嘴坡一碰下嘴拳，有个大政府呢，哪里知道这些拆迁户的辛酸？那些村民失去土地之后是什么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这个征地跟拆迁工作，目前被很多学者跟中央的高层领导关注，因为这是决定中国将来社会走向过程当中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能不能顺利过关一个很关键的时段。那么现在来看呢，各个地方政府解决这个问题，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不够理想，考虑问题不够周全。那么这里边也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说北京。那么最近北京呢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由于现实的情况以及媒体的关注，北京现在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征地拆迁这方面诞生了2种不同的新思路。这2种新思路呢是伴随着2个城中村的改造出现。那么呢，这个地名啊，咱们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可能不熟悉，可是这个不要紧。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呢，就这2个地方拆迁改造过程当中，政府是如何考虑到拆迁户的利益，而且怎么想办法兼顾拆迁户将来的生活状况。咱们先说这个大望京村。这京村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北京的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呢离机场比较近，而且呢原来的棚区跟着街道地方已经得到开发，这种配套设施非常好，所以这块地面是北京比较值钱的地段。那么它采用的这种征地跟拆迁模式跟原来有相似地，比方说也是先是把这个土地以国家名义征收，它总共是106公顷左右的地，
征出来之后拿那个地到银行做抵押，得来贷款之后用这个贷款呢建回迁楼啊，给拆迁户补偿，然后整理出这些地之后呢，除了绿化带和正保规划的回迁地段以外，挣出来这个41.6公顷左右的一个地拿出来再做这个土地储备，然后呢把这个地招牌挖群这卖给开发商，把这人填了以后，这个过程跟普通的拆迁呢区别不大，但是它这里头有2个地特别人注意。首先一个呢是就这个农户就这个拆迁户补偿款给的非常到位。首先一点呢，这个地面本身我们说就算好地块5环边儿，那么以回迁户不准每户啊按照一个人50平米给你补偿平价的一个回迁房，当然你得掏钱买，但是呢也有50平米，各个条件非常好了已经。你家4口人，你这得多少4、5、200平米。那么原来村子里边大万金村拆迁之后，那个地已有多大的宅基地面积，怎么给你补偿呢？1平米给你补偿8100万，这个价应该说比较高。因为以回购这个回迁房的话，那里1平米那才是3、4千块钱，这里1平米呢给你补偿8100。如果说我不毁了，不在这地方购房子，那好，另外每平米再给你加3000，也这1平米给你补助将近11000。是，同时呢，你在拆迁房没建好、回迁房没建好的时候，一户每个月再给你800块钱租房的费，所以这个就整个拆迁费用啊，给这个拆迁户的补偿比例应该说比以往都高得多。这里也确实得到了很多拆迁户的认可，觉得这条件不低了。你看，既有回迁房，就补偿这么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加有创建，整个大万金村的是827个人，这些村民，为827个人呢，在5个月以内，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全部跟市里对接。什么叫对接？给这827人上了养老保险，社会保险这些，这个保险金都有了，就是一下子让他们本来是农村村民，一下子变成了跟城里居民一样，城里居民该有的待遇他都有。所以有了这2点保证，大万金村在很短时间之内5团2开，计划就开完，这跟我们以往说出现大量新的户的那样的体验完全不行。所以大万金村他给这个村民考虑的最主要一点，就是现在补偿款会给你提高，同时你将来养老各方面过保这些，我让你跟城市居民一个待遇。再有一个创举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把这地面开发了吗？将来肯定是有各种各样商铺，预留出5万平方米的商铺，作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给村民呢，就等于村民集体参股，就拿着5万米的商铺直接在开发地段参股了。将来这个地方做买卖呢，分红的话就有村民的，这5万商铺就得了入股了。这一下子解决了村民没有地以后将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你一个稳定收入，再加上那些补偿款，村民对于将来来说这个后顾之忧是在。所以你看，为村民将来失地以富的生活考虑，以及得现在补偿款从村到位，包括社保各方面的单位，这是大万金模式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等于是改良版的原来的征地拆迁模式。还有第2个版本，应该说更加具有指定，就是北坞村模式。北坞村是哪儿？在北京的西北，它靠近义泉山，这边离颐和园很近，那边离香山不远。这个地方啊，风景如画。这个北坞村，村子比较窄，住了2万多外来的人口，里头弄的是脏乱差。就我刚才说的呢，电线低轨，房与房也窄，桑楚洪流，经常断电，断人口太多。就说这块以2大望京模式不行。大望京村关键是呢，它地多，而且地段也值钱，能卖着钱。可是这个北坞村没有多少地，中间那些原来的集体地几乎都被开发商给挣的整个去就占一些，纯粹的就是比较花货不分去灌大保素的地，那样种农地放撇死。这样的情况里的国家挺这样的，是吧？完了肉的不，说把猪圈肉都啃完，就剩这口了。
这样的话，如果改造这个地方，你还按照说是整出土地招牌挂卖给开发商，然后补偿这个，不行，没块地可以卖。你的地你要拆迁之后，这人还在那儿住吗？还得建回迁楼吗？他只有30多公顷的地，没法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政府再通过原有那种模式，那不知道得往进搭多少钱，而且还不一定效果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可以说开钱辟地，有冲破性的一种模式。这个叫自我承退、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资金平衡。所有的拆迁过程的建设过程，都由农村得务村自个儿干。我们说以往说拆迁，政府不拆迁的进来，回迁楼也开发商来给建，他这不对，这两个过程都由农民自个儿干。怎么个办法呢？比方说给你这个补偿，先是呢在旁边规划出同样置换出一块呢建回迁楼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根据你现在农村农户有多少户有多少人，我这边就用宅基地面积给你补偿，然后按照等比例1比1的到回迁楼上面，让一户农户的平均能分2套到3套房子。那么对于你宅基地上边这个物质的补偿呢，1平米的补偿3500块钱，再加上2000块钱装修费，3700块钱，那这不如大万京村了。但有这个问题，你同比例弄出来之后呢，道理说这个回迁房是缴产权法，不能仗势的，但是政府特事特批，直接绕过招牌挂这一道程序，等于特批的，你这可以是大产权法，可以买卖。这一下呢，你想那个地段北京西北4环5环间，你琢磨琢磨，地价非常高，所以这个农户相对还比较满意，而且按那个补偿呢，原来家里面积大的，一补偿补了200-300万也有，所以那个农户几乎是在这个前后不到1个月时间，有8万多户农户自己家买了小轿车啊，他对这个补偿开迁还是比较满意。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建回迁楼怎么建呢？采用你这个农户集资政府给补贴的方式建回迁楼，这不给了你补偿款了吗？回迁楼你村子自己成立个建筑公司来干，不是由开发商来干，光来干政府还得给利润，村民不满意，都你自个儿建。那么说我把这个地建回迁楼，那剩下那些地呢，政府同比例给置换那么几块农村产业用地，就这个产业用地是什么？归你农村管理。你将来这个上这盖酒店呢，还是盖这个廉租房啊，还是这个成立其他的这个商都用房之类的，你们自个儿说了算。然后将来这个村民失去土地就指这过日子，你或者在这儿打工，日表说你这儿这不有股份吗？村民集体入股吗？然后各种经营的话你挣钱。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不涉及土地出让金，等于过批把农村集体用地直接转化成市场上可以用的国家建设用地，然后收由农村自己管理，等于农民凭着自个儿的土地的直接参与到城市化过程当中，就地完成城市化。为什么说这个是开迁基地有创造性呢？以往没人敢这么干，农村集体用地直接这么完成城市化，农民没这个权利跟资格，不能直接完成城市里的建设用地，会这个等于政府测试策换特批，攻破了原有的法律和规定的框架。那么有人说你第二种这种模式北屋模式可不可能推行？大望京模式能不能推广到全国呢？我个人觉得不恰。为什么？第一个，大望京模式它的存在，因为大望京这块地值钱，政府突让了土地之后呢，有增分的资金来补助这些拆迁户。那么很多地方呢，恐怕土地远远没北京这么值钱，而开发商一个个眼珠都瞪红了，地方政府还要获得土地财政收入，那么反过来一抵押到这个农民手上呢，就没多少钱了。所以讲像大望京这样给拆迁户补偿，恐怕很多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把信了嘴的肉往出透。快这个推广在地方应该说会遇到很大阻力。那么北屋模式要难以向地方推广，或是农民自己通过集齐土地直接参与制产化来完成城市化，这过程当中政府也要发不少心思。你想一下，这地方政府还指着这个土地出让金
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呢？他怎么可能放弃到嘴的这个肥肉呢？那么各地的征地跟拆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现象：一直咱们有一些法律规定，有一些政策，但是好多地方政府都不遵守。这个不遵守体现在什么上呢？拆迁的过程，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才有自己既得利益，另外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必须得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一边是经济，一边是政治任务。最大的政治任务是什么？就是和谐共处。所以地方政府的一方面像个公司一样赚的样，怎么能做得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得维护地面这种稳定。而且在两头来回忙活过程当中显得比较分裂，而且他也没有遵循的这种固定的法律程序也没有一些固定不变的价值标准，反正就是看着情况。你这个农库呢好弄点我就少给一点，不好弄我就多给一点，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怕不解决。所以它变成了各种利益平衡的一个过程，而得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硬件规范在里边，成了做买卖可以商量了。所以这也客观造成了，比方说一个地方拆迁，为什么有的地方就出现了暴力抵抗甚至自焚的现象？一闹起来媒体关注了，媒体关注之下，这个问题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快速解决。如果一旦媒体不关注，可能一切照常按照原来那种暴力拆迁的方式进行了。所以地方政府这头变得一方面要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之下完成维护社会稳定，另外一方面又要像一个公司一样搞经营似的一点点算计，所以这个麻烦非常大。那么所以我说现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就要退出这种土地财政制度。退出土地财政制度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中央政府不要再用 GDP 去考察地方政府干部，应该用地方那种物质去对你要看我百姓生活质量法对个人够高，社会第二个富舍利地不义，现在问题很方便，跟地方政府猴子，因为地方政府不再是一个平衡的机构。比方说出现矛盾之后，它左右平衡，论点社会矛盾，往往成了矛盾冲突的既得利益的一方。那这种情况下，它怎么能维持它的公平公正，维持社会的稳定？这首先一点，我觉得地方政府要从利益方撤出去，从土地财政漩涡当中撤出来，不要再用这种 GDP 考核。GDP 现在地方快成了什么？这不 GDP 快成了搞地皮的同义词了，成了土地财政同义词了。所以只有做到这一点，我想八宝金模式跟北吴模式还能在全国众勇澎湃城市化过程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还能更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由于征地跟拆迁出现的诸多这个村体性事件，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最终走向和谐与稳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被人称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诞生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方便。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家庭主妇想要买一点日常生活用品，有的时候并不知道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不好。除了这个电视媒体的广告以外呢，可能很多人选择上网看一看在里边论坛里发的帖子，大家对这个产品呢是怎么认识的，它的质量如何。很多人选择在网上来看这个反应。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听说某一种食品出了安全问题，但是只是听说，没在这个公众媒体上见诸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往往选择上网搜一搜，看看对这个食品的一些负面评价有没有到底是什么呀？我们由此来甄别一下，来判断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可是就在最近这几年大概有这么3-4年，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个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比方说每个人都在谈论某种食品出问题，一到网上找没有负面信息，都是好的信息。比方说我这儿，我想拔牙，但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周边哪个诊所好，我上网一搜呢，关于拔牙先出了个页面，里边有那么7-8家诊所，你说随便选一个评价很好的，当然一看手艺还不行，还宰人。这怎么这样的能跑到互联网搜索前几页去了？这种情况，我相信咱们收看节目的每一位经常使用互联网的观众朋友
都会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网上得来的信息不见得准确，有时候你想知道的事儿也发生的事儿，在网上没有被屏蔽了，也就是说有些信息被有意无意的删掉了，有些信息被有意无意的重组、优化、改装、改良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我们社会现在存在在互联网这行业之内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黑链条，就是以删帖、优化组合以这个名义进行的网络公关。这样的公司啊，没有那种傻的说明边就叫网络公关，都打着什么企业广告策划呀这些名义，在其实呢是跟各个网站呢、论坛呢、搜索引擎啊打交道，把不利于某个企业，也就是说他的客户这些不好的信息给屏蔽了，把利于他的给优化上来。比方说你说一搜索前提啊都是关于对企业好的，或者一搜索相关行业，马上这个企业先能搁到前边，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就会非常非常大，现实当中也就等于赚的钱了。那么这个利益黑链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准确说2003年以前还真没有多少人注意网络上那些负面信息，大伙更多的注意报纸啊、电视台啊、电台啊也有负面消息，那大家口耳相传说那个东西不能买嘛，企业你信不哪信息是假的，就这种情况。2003年以后呢，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就有的企业发现嘛，网上的信息影响了一些年轻人的购买力，因为那个时候上网更多的是年轻人。现在我们看中年人、老年人，有不少老年人还上网凑菜，也就是说这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呢，一些企业面对一些年轻人的时候，他发现呢，网上要发对这个企业不利的信息他们销售有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些企业琢磨我怎么跟网站打交道，把这负面信息贴的给我删掉。他们怎么办呢？就找一些跟这些网站熟的人，这些人在中间呢给介绍一下，双方吃个饭呢，或者赢会送点礼什么的。当时就是以人情为主，个人行为，基本是网站哪个熟人跟外边的能联系上，然后就把这帖子给删掉。到2005年事情发生变化，因为2005年以后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原先比方说搜索引擎，在2005年之前呢，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些小论坛上的信息你搜不到，搜索引擎功能没那么强大，而且好多这个媒体上门户网站上的新闻，你比方说新浪、搜狐的页面新闻，这一页面能有多少条？30-40条新闻，大量的一些海量信息的，在它的媒体库里边，你得又点击，然后又打开才能找到。那么有些负面新闻裹到这里头呢，也没人注意。可是搜索引擎越来越强大，你只要把关键词搁进去之后，这些负面信息在网上各个角落、小论坛里、媒体库里全都搜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企业注意，必须得公关搜索引擎，而且跟各个网站都得打好这种招呼才行。所以2005年以后，有一些中小企业就开始固定的通过有组织的广告公司跟各个网站联系，能把我的负面信息能删掉就删掉。那么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多人说坏了，这搜索引擎不可信，他把我想知道的负面信息都给屏蔽了。结果曾经有一度2006年前后了，大家对互联网里的信息有一阵不怎么相信，所以这个行业面临危机的时候呢，互联网行业内也有自律，说咱们可里头不能养一些蛀虫咱们这网管呢，什么这个级别的编辑什么什么的主编呢，他凭着个人人情随便删帖子，这不行。所以当时网络内部展开了一次等于是整风运动，就是说不允许个人私自删帖子，发现开除。在那个之后呢，就等于对中小企业这种公关行为给关闭了。可是接下来不得了了，因为网络影响越来越大，搜索功能越来越强大，现在变成了一种正式的代理，就出现了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诸多的网络公关公司，对外都打着什么广告策划的名义，他们以公对公的形式，我不再找你私人了。找私人这边风险大，
我直接跟你网站联系。比方说，这个事儿你给我弄成了，我给你网站人多少钱。咱这也是一种行贿。还有一种方式，你把这个企业的帖子给我删掉了，我要是企业给你投放广告，等于用广告来交换你的一种顾客保护。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是大量的删帖公司冒出来的。最鼎盛时候，光北京这种干删帖业务的公司恐怕就有好几百家。记者首先在网络上进行了搜索，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删帖公司去后，可以搜索到103万条相关的信息。记者通过电话和 QQ 找到了2家删帖公司，并以客户的身份跟他们进行了联络。记者从北京这家网络公司的报价单上看到，每条帖子的价格都不一样。根据公关的难易程度，这些删帖的费用最低要2000元一条，而价格高的达到了每条5000元。深圳所能公关公司的业务员告诉记者，这些帖子都是要删除原文的，所以他们只是在公关费用上稍加一点利润，大部分的钱是用来公关网站的内部人员。这些人呢，跟各个网站跟各个论坛关系都很熟，早于充当了企业和网站论坛之间的嵌客。他在中间收取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怎么收的？它有合理的，有不合理，也就是说有白的有黑的。什么叫白的费用呢？就我们一般说的代理费，它有这么几招。比方说了，你这个企业说你找公关公司，说我这网站登了我的负面消息。一般来说，这个公关公司先会跟着企业说，这消息是不是假的？你们得证明它是假的，拿你的身份证号啊、企业盖章啊、证明材料。我拿了你这材料给你送到网站去看看，这讯息是假的，希望你们能删除掉。也就是说以正式的、可考的证据来证明这是负面讯息、假信息，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和这个略有不同，就是说呢，我把网上的信息搜了一遍之后的，你这个虽然小信息没有了，就各个网站里头说你不好也没有了，搜索引擎的还在。那么呢，我们再把这些凿死了以后呢，再到搜索引擎的申请。你看都假信息，人的根上都没了，你这应该给删掉。这样搜索引擎启动服务器之后，空气有后，这就没有。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客户，我在论坛里发的帖子，我某某那个产品不合格，假冒伪劣，这个往往影响很大。删除这样的帖子，从正面讲应该怎么办？赶紧跟发帖的人联系，我网络公关公司通过 ID 地址找到，然后这作者我一协商，把这帖子人自个儿撤了。这个能起到公关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呢，比方说是广播电视报纸这些媒体发的信息已经报道出来了，那么就得先公关到广播电视报纸相关媒体，让他们说这个信息也事实有误，这样网站就不予转载。所以从白的角度讲，能见得着光的网络公关公司干的是这些事，最后出的都是可考的证据，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挣的钱什么钱？就代理费，我替你忙活，挣个辛苦钱。当然如果要是就这个辛苦钱，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家网络公关公司，更多的挣的黑钱。什么黑钱呢？就确实这个企业有毛病，他想删这一贴怎么办？这个时候网络公关公司才是大显身手挣钱的。这个黑钱那可以不就相当多了。一般来说，删一个帖子论坛里边，在这个企业各方不行啊，可能费用得2000到3000之间。你要这不就只是光一个论坛的，其他论坛的或者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搜索引擎，你都得公关，这笔费用很可观。那么这笔费用里边呢，你看说只是给这些网站和这些搜索引擎的，相应的他们这个费用可能把这个费用再乘以2，是咱们挣的钱，所以这个钱挣的比较黑。曾经有一度我们还有大量的网络公关公司的人员呢，在 QQ 里边 MSN 里给这个各个网络的管理人员发信息，意思你给我个账号干啥呢？我留着，你这边呢给我删一贴吧，我钱马上就打。当然有的网站人并不在乎你不讲诚信，我真给你删了，你不给我打钱，回头我说我删一贴再回鹘了，这功能就这么强大。
这不前面我们说了，你跟各个网站搞各种公关，这是管用。可是现在搜索引擎这么强大，如果搜索引擎还继续有些比方说网页快照了之类存在，你这负面新闻也跑不了。所以公关来公关去，尤其一些企业最重要公关的目的就是搜索引擎。那么对于这种网页屏蔽这种现象，越是大企业对网络信息公平危害越大。为什么呢？这些大企业跟我们前面说小企业还有充足的资金，而且人家这个公关不是说出了事儿我才不管。我之前给你网站，比方我投放500万广告，但我有个要求，你这网站必须得保证，只要是我这负面信息你都给我查证。就他已经跟网站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这个时候网站呢，不仅能给他删负面信息，还能把对他有利的信息他给推到主页面上，给推到前面去。那么这样的大企业呢，还分成2类，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你比方中石油、东石化，这类企业不在乎你说它服务质量差，反正可垄断，你再说差你得到我这儿来。他们在乎什么呢？就某一位高官可能出现贪污情况、腐败情况，或者行业内边有些利益分配不均，他怕这事儿出来，注意这个负面新闻。那么还有一类呢，不是垄断型的，你比方说房地产的、汽车呀、什么牛奶、食品的这个行业，这些企业害怕出现说我产品质量不行啊，旁边往往对大的搜索引擎、对各个网站公关力度非常大，我一出几百万，等于我用广告买你这个，这叫公关保护。这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会想起来，2008年的时候出过几个有意思的事儿。当然第一件事呢是由三鹿奶粉引起的，三鹿奶粉把不少的儿童弄出肾结石来。这个消息刚开始社会有人知道的是，在2008年9月份，在互联网上被泄露出了一个文件，什么文件呢？叫关于三鹿奶粉公关方案的建议。据说这是某个公关公司给三鹿奶粉在出了肾结石事件之后的一个公关方案。这个方案就把百度卷进去了。这方案怎么说呢？说现在这个百度和这个蒙牛、伊利、杜源这3家有公关保护协议他们至少投放500万以上广告，然后负面信息都删掉，正面都留下。说眼下呢，已经三鹿出了肾结石这个事件了。如果这个事儿百度拿负面新闻要挟的话，恐怕你投500万都不用。应该尽早趁这事没扩散手，花300万跟百度签订好公关保护协议，我作为你广告投放客户，这不能更省钱吗？当然这个事在网上披露出百度马上陷入到这个口水的漩涡当中。百度是不承认，没个事儿，我没干过，没有这回事。可是仅仅隔了2个月，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百度营销部门出的一些营销策划书，而且这后来在长江商报上还发表了。这策划书里说了，我们百度营销体现了几个原则，有公关保护，再一个这个正面信息引导优化。是什么意思？公关保护就是你负面新闻出来，我百度搜索我让你屏蔽，没有。正面引导是什么？也只要一搜索，比方说我这企业，比方你把会员2字输进去，头10几页全是正面戏，就是我只要想知道会员的企业怎么回事，我看到的都是好话。这个叫舆论的这块引导。这个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11月份的时候，2008年报道了百度的竞价排名，引起轩然大波，说你这企业多给我钱，我就把你搜索排到前头去，你不给我钱，我就往后排。由于该网络上购买了假药的消费投诉举报不下，从去年开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违法网络售药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公布了可在网上进行非土方药品销售的网站，其余均为非法网站。但记者仍在百度搜索引擎上搜索到大量宣称有特效治疗癌症等病症的药品网站，并且这些药品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取得国家药准字号，这些夸大其词甚至虚假的药品医院信息，正是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提供的竞价排名达到推广的目的。特别是号称治疗各种癌症性病的医院、药品网站，他们或者编造专家简历，
或者售卖假药，受骗的消费者轻则白白花钱，重则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当时百度深陷这种丑闻，百度忽然说我们取消竞价排名了，饱受争议的百度竞价排名系统即将关闭。这是昨天百度公布第三季度财报时，百度 CEO 李彦宏宣布的消息。借着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上涨近 40% 的东风，李彦宏说，他将在今年12月1日起彻底关闭竞价排名系统，所有的广告都将转到新的蜂巢系统。百度的竞价排名一直是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也因搜索结果与广告混淆而饱受争议。而新的蜂巢系统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广告与搜索结果分离，解决了竞价排名所存在的争议。竞价排名是什么呢？哪怕你是个挺色的企业，你多费百度钱，我前面说了，拔牙4个诊所不怎么地，我多费百度钱了，结果你在网上一搜，什么比方说在北京地区拔牙好的诊所，他先出来都是好词儿，你到了去就上当了，服务还差，一收钱收的贵，这叫竞价排名，这明显是违背了互联网公平，也违背了媒体的一种公平正义。所以后来百度说我们不干这个了，认错道歉。可是比较滑的是，你现在在百度上，我给大伙说，你输入4个字叫百度推广，你查查第一个页面是什么。百度就说了，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手段呢，给你进行商业策划公关推广。我们说这种商业策划公关推广一定是有倾向的，你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应该是公平公正的，这种倾向性进去就说明什么？虽然百度不承认它有竞价排名了，可是他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安排，金钱对这种排名的影响还是依然存在。所以这个事儿到现在来看，恐怕我们对很多家网站是不能持这种相信态度。就像有一些平面媒体，包括报纸啊、广播啊、电视，它也可能存在有偿新闻，也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就是按下不发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看呢，互联网由于渗透面更加广泛，信息是海量的，它操作起来这方面的危害就更大。原先很多人以为说我发了你什么负面新闻，这是对你的一种这个不支持，也要公关。现在看把这些屏蔽掉，这是更大的一种支持。所以眼下好多大的企业跟一些这个网络呀，包括这个搜索引擎都签订这种协议，公关保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越是强大一个企业，你很难在互联网上发现它的负面消息。当然我们说现在由于网站也众多，你要想把这些帖子彻底删干净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每个人在浏览网络的时候，他不会递到一天我搜索多少个网站找你负面消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要了解一个产品好坏，把这个企业的名称输进来，你看前面排名都不错，做的都挺好，你可能就相信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网上整天做网虫是搜这些，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民意对你这种商业选择影响就会特别特别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明白了吧，如果网络上给我提供的不用说提供虚假信息，他就把有用信息给屏蔽掉，把真实信息屏蔽掉，这对我们生活是多大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点对删帖子也有关系，有一些官方管的叫野网站，包括一些什么中国维权监督的网站，就是你发现反映地方政府一些负面新闻，这帖子他们不愿意往下删，就是这些人应该说是互联网的良心。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地方政府搞公关，我不往下删。曾经就有这么一个事儿，那叫中国维权监督有一个负责人叫李新德，当时呢他发了一个咱们东北某个大城市政法委一位西检组长贪赃枉法的事儿，结果这个城市的政法委来气了，你不服务器在北京吗？给北京公安局发了封公函，就说这个事儿是假的，你一定得给撤下来。同时把这公函呢也给李新德本人发，李新德好就把这公函和这个前后经过都发在这维权网，到现在我们打开网络还能搜到这个。结果弄得很多地方政府吓得不敢给这个李新德公关了。我觉得这个倒是互联网的良心，就本着为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鸣冤，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暴露出来。而这样的帖子由于这些大量野网站存在，你不好删干净，有的时候采用关闭服务器的方式挪到国外去，有时候再挪回来。总而言之，在这些网站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
反映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也包括温州，他2个区长，犯的一些事情，一个跑到公安收，一个杀人怎么的。这个消息最开始也是从温州当地的这种维权网站而出现的。所以也就是说，互联网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时候不怎么干净，但毕竟是有良知的人在维持着互联网这种信息声誉。在2009年1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天涯网、这个新浪、什么红网有62家网站合作出台了一个叫做反网络公关联盟。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有强大的网络公关，来让我们平地信息业或者公关保护。但是这个事儿对我们互联网的声誉影响极坏，使我们最后没有人相信你互联网新闻，这个行业不就完了？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些。所以当时在行业内的也是振臂回应者云集。可是我们说这些响应的人未必每一家网站他都干。现在互联网这种网络公关体现出这么几种趋势，就是一面是网络从业人员呢，有良心的人在坚守的这种底线，另外一个方面，网络本身出于利益需要跟一些企业讲和谈判，结成利益同盟，还有的呢，公权力，地方政府的公权力在网络上去破障，通过网管办让你把这个删掉。现在中国整个互联网当中，这些信息的交锋过程当中，就存在我说的从业者的良心和公权力扩张以及企业的利益需求之间交锋打仗。这种交锋打仗最终带成了大量的这种网络公安公司形成了黑利益链条。但是我相信网络人员他也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社会公开媒体一样，应该有着网络人员从事媒体这种良心。这方面的交锋，我相信将来应该会有网络媒体在最终在良心的位置上占上风的那一天。这样使我们打开互联网就能看到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这使我们能够相信互联网，互联网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大的、更积极的变化。我相信那一天应该在不久将来就会来的。